呢一部就係 IGS 630碼錶，係 IGP Sport 旗下最高級嘅款式，具有2.8寸嘅彩色 mon，有10個畫面俾你顯示超過100種唔同嘅數據，當中仲有一個 iClimb 智能爬坡嘅功能嚟顯示嚟緊嘅爬坡個總長度、高度，同埋用顏色嚟顯示唔同嘅波段。晏啲咧就會同大家仔細啲咁介紹呢個功能。以上咧就係其他嘅 specs 啦。部機嘅面積咧就係92×52×16.5mm， 重90 gram，8GB 嘅儲存，當然有藍牙同埋 M+ 啦，俾你連接其他嘅配件，例如 Power Meter 啊、速度、轉速、心跳同埋雷達尾燈，亦都可以接搭電子變速，包括3大牌子 Campy、SRAM 同埋 Shimano， 連 eBay 都得。防水功能係 IPX7， 機殼有6個掣嚟操控，係冇 Touch Mon 嘅，有多種語言選擇啦。電池運作係可以高達35個鐘頭。仔細嘅導航系統係運用呢個多頻道嘅衛星信號，包括美國嘅 GPS 啦、中國嘅北斗啦、歐洲同埋蘇聯、日本都有。地圖呢就係免費下載嘅，可以用佢哋嘅官方網站啦或者 App 嚟下載嘅。佢哋個 App 呢係同 Strava 係好接近嘅。裏邊嘅功能包括可以設計行車路線啦，可以登記個人檔案，跟隨其他嘅車友，可以分享自己設計嘅路線同埋行車記錄。部碼錶咧亦都可以連接 Strava 同埋一個 Training Peaks 嘅，連接部碼錶落部電話度，更加可以接收短信、來電顯示同埋電郵。佢裏邊本身都跟咗幾個唔同嘅訓練模式，包括可以量度你嘅 FTP 添。仲有其他嘅功能，但係呢嗰啲都唔係話好重要。今次嘅話題呢，係主要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對呢一部碼錶用咗3個月嘅評分。咁首先呢，就講下好嘅方面啦，就由側邊開始講啦。我中意佢個外殼面積，畫面就大到啱啱好，可以好容易咁讀到啲數據。我中意佢係用加文同款嘅接駁頭。我最唔中意就係有時嗰啲牌子好中意有自己嘅特別扭頭設計，令到你要嘥錢去買多個碼錶座，即係同叉電線一樣啦。最好就係一律化咁樣，令到大家都用 USB-C， 咁樣就唔使話製造咁多電子垃圾。啲掣嘅感覺呢係非常之好嘅，就算戴住啲好厚嘅冬天手套呢，都係好容易撳得到。我曾經用過啲係用軟膠做嘅掣呢，係要大力好多先撳得落去嘅。呢一個呢就有呢個彈弓嘅感覺啦，撳少少已經得噶啦，同埋係聽到裏邊嗰啲彈弓聲嘅。OK， 講下部機嘅裏邊啦，入到去嘅感覺呢就同嘉文好相似啦。個 UI 設計係簡單得嚟，係好合理嘅，甚至乎新手呢都可以唔使點樣諗都可以運作到。部機着得係好快嘅，係唔需要等咁滯嘅。我中意佢用呢啲數據圖像配搭埋呢個顏色顯示，睇落去現代感啲啦，同埋睇顏色嘅反應呢係快過讀數目字嘅。接駁其他配件係非常之容易，同埋我呢3個月嚟都未試過話踩下單車啲配件突然間冇咗信號。我就未試過用佢個 app 裏邊嗰個設計路線嘅功能，但係加條路線落部碼錶咧係非常之容易嘅。通常我用嗰啲路線咧都係其他車友提供嘅，我只要需要下載條路線變成一個 GPX 嘅 format， 下載落部電話度啦，跟住咧就可以放入佢個 app 裏邊，然後輸入個碼錶度。個 iClimb 智能爬坡功能呢，可以話係高端碼錶嘅必有功能。當你接近要爬坡嗰陣時呢，佢自己個畫面就會跳去呢一個專係為爬坡而設計嘅 iClimb 顯示嘅，可以一眼睇晒最重要嘅數據啦，包括總長度啦、總爬升，同埋用顏色嚟分開唔同斜度嘅波段。灰色呢就代表平路或者落斜，綠色呢就係0至到3度。黃色就係3至到9度，紅色呢就係超過9度，去到15呢，我見過係紫色嘅添。有一樣嘢要留意呢，就係呢個功能呢，只可以運作喺預先輸入嘅路線，就開咗呢個導航系統先可以用得到嘅。同埋呢個爬坡總距離呢係要超過500 meter， 同埋平均斜度呢係要高過3%嘅。個價格呢係非常之合理嘅，2000蚊港紙或者200蚊美金嚟講呢，就等於最新 Wahoo 嘅一半價錢。
OK， 講下部碼錶嘅缺點同埋可以進步嘅地方，同頭先一樣啦。我哋由外面開始講啦。我覺得嗰塊玻璃呢係唔係防散光嘅，就算有少少太陽射落去呢，都會令到好難先睇到裏邊嘅數據。裏邊嘅對比度呢就唔算高，所以呢，我係校到個 mon 最光嘅。話唔定因為呢個原因，所以個電池嘅壽命呢係完全唔接近佢哋標籤嘅35個鐘頭。插滿電嚟講呢，平均呢我可以用到大概15個鐘頭啦。但係我係用中部碼錶嘅，即係包括開住個導航系統啦，播落個 power meter 啊、速度啊、心跳啊、雷達尾燈嗰啲全部駁晒落去嘅。如果我校翻暗少少呢，同埋開着佢嗰個慳電模式呢，同埋唔用佢嘅導航系統呢，就肯定可以耐用好多。但係你買得呢一個碼錶呢，就當然想用中佢啲功能啦。同埋喺呢3個月嚟呢，我都係喺零下溫度度踩車嘅。低溫度呢係可以令到個電池冇咁耐用嘅。我中意佢有呢一個警告嘅功能，可以用時間嚟顯示警告啦，或者其他唔同嘅感應器，即係例如你嘅心跳去到某個範圍裏邊呢，就可以叫佢俾個警告你。我覺得如果可以俾你打啲字落去個警告度呢，就會更加好啦。因為咧而家呢，如果你校佢每一個鐘頭俾個警告你，個警告呢只係會顯示1個鐘頭啦。如果自己可以加啲字落去呢，就會好用好多啦，即係可以提醒自己要飲嘢啊、食嘢咁咯。個雷達尾燈呢，如果後面再冇車呢，就最好可以俾個聲音嘅顯示，等你唔使望住部碼錶睇下啲車走晒未。同埋呢，後面有車嚟緊嗰陣時，個聲音顯示個聲音呢係同導航系統轉彎嘅提示聲音一樣嘅。我覺得呢2個信號呢係應該用唔同嘅聲音會比較好啲。踩車錄到出嚟嘅數據呢，無論距離同埋爬升嘅數據都好接近其他主流品牌，但係個準確性呢係差啲嘅。我踩嘅地方呢，就包括山區啦、樹林同埋啲粟米田嘅。雖然部碼錶呢係可以俾你選擇唔同嘅衛星信號，但係我用過晒所有唔同嘅配搭得出嚟嘅效果呢，都係依然有啲慢，即係部機嘅顯示係慢咗50至到100尺度啦。即係譬如我爬坡咁樣，我爬完座山啦，佢要過幾秒部機先跟得上，即係你留意住個斜度呢，都係會慢幾秒嘅。呢個問題呢，話唔定只係出現喺啲山路嘅地方。如果準確性呢係你其中對碼錶一個嘅要求呢，咁呢一個碼錶呢，話唔定唔啱你啦。儲存咗嘅路線呢，喺部碼錶睇落去呢，就缺乏啲重要嘅資料啦，即係喺選擇頁嗰度呢，你只係見到條路線個名啦、總長度同埋個路線嘅形狀。我會想知道佢個總爬升係幾多咯，同埋可以俾我放大個地圖睇清楚啲，仲更加好。個導航系統呢，個轉彎顯示呢係冇跟街名嘅，有埋街名呢會好用好多咯。特別如果你喺城市度踩，同埋呢我發現呢，如果你條路線呢係有重複點呢，即係一條路嘅路口，如果你踩超過1次呢，即係佢會有機會唔知道你踩過呢條路未，有機會俾錯信息你嘅。當你偏離咗你指定嘅路線呢，佢唔會帶你翻去應該行嘅路線，佢只係會喺個地圖上面有個箭嘴指住你應該走嘅方向。同埋另一個更加大嘅問題就係，好多時候我哋個起點同埋個終點都喺同一個停車場，咁如果你啟動呢個導航系統嗰一刻呢，係喺錯方向，即係接近終點嘅位置，佢就會以為你已經踩完成條路啦，跟住之後呢，仲會終止埋呢一個路程。啲英文翻譯呢就有少少唔準確啦，我又見到啲錯字同埋用錯字咯，唔係大問題嚟嘅，但係睇落去呢個感覺冇咁專業啦。個時間顯示呢就可以俾你揀12或者24小時嘅。我發現呢，如果你將佢校到去12小時呢，之後呢熄咗機，下次開翻機呢，佢自己又會跳翻去24小時嘅。呢個好明顯係 bug 嚟嘅。都講咗好多個缺點啦，但係呢又唔係話好差嘅。個導航系統呢係用得到嘅，個硬件呢係做得唔錯。但係個軟件呢，我覺得仲需要啲時間嚟改良。頭先講嗰個準確性嘅問題呢，我覺得分分鐘係因為佢用嗰個地圖本身嘅數據有關。希望遲啲會更加好啦。總括嚟講呢，我覺得呢一部 IGS 630呢
以佢嘅價錢嚟講呢，個性價係比較高啦，裏邊有好多喺高端馬錶先揾到嘅功能佢都有。如果佢可以改善到呢個準確性嘅問題咧，同埋提高畫面上嘅對比感呢，我覺得會可以同歐洲嘅大牌子更加接近啦。如果你想揾一部價錢合理嘅彩色顯示、GPS、擁有導航系統功能同埋其他智能功能嘅馬錶呢，呢一部可以話係一個可以考慮嘅選擇。香港嘅觀眾，如果你對呢一部馬錶有興趣呢，可以去我哋標籤裏邊嘅連結，去佢哋嘅官方網站了解多啲。希望你會中意呢一條短片啦，記得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分享。今集嘅 Man on Wheels 就講到咁多啦，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